提起传奇人物富兰克林，你首先想到的估计就是语文教科书里一则名为风筝实验的小段子。这个段子具体是这样的：1752年6月的一天，暴风雨来临之前，富兰克林和他的儿子威廉带着一个风筝来到了一个空旷地带。风筝的末端系着一把铜钥匙，之后富兰克林高举着风筝，他的儿子则是拉着风筝线飞奔。由于风大，风筝很快被放上了高空，闪电在风筝附近闪烁后，富兰克林突然觉得他的手有麻木的感觉，将手指靠近铜钥匙后，铜钥匙顷刻之间就释放出了一簇火花。富兰克林当即对着儿子说道，自己感受到了电击，因此可以证明雷电就是电。作为一个流传已久的经典传说，很多人对此都深信不疑，但实验结果却又饱受争议。那富兰克林到底做没做过这个实验呢？当云层上的电荷聚集越来越多，和地面之间形成的电压越来越大时，就会击穿十几千米厚的云层，形成一条到达地面的导电通道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，从而产生雷电。如果这条通道正好途经某个人的身体，放电电流的数量级将达到几十千安甚至百千安以上，几毫安的电流就足以使人的心脏发生视纤维性颤动停动。按照传闻中的情节，风筝被电流击中，雷电电流顺着风筝线一直到钥匙，富兰克林的手指又距离钥匙很近，而且两者间产生了明亮的火花。这种情况下被雷击击中后，绝对没有安然无恙的可能，所以即使富兰克林真的做过风筝实验，也不会和传闻中的一模一样。虽然富兰克林的做法有些谣传的成分，但我国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却在今年7月份进行了实打实的人工引雷。在视频中，一枚尾部托带有金属导线的迷你小火箭发射升空，飞行到约200米的高度时，一道闪电划破长空，直击地面，发出了耀眼的光芒。这便是一种叫做火箭导线人工引雷的技术。而关于我们为什么要主动引雷，很多人的第一想法想必是为了将雷电的能量储存起来加以利用。但其实雷电是一种瞬时放电过程，虽说瞬时功率非常强，峰值功率可达10亿千瓦时，但这种高功率的持续时间仅在微秒量级，单次闪电能量约为10^9焦耳，仅能供30个100瓦的灯泡照明100个小时，所以说它存储下来的利用价值极低。而人工引雷的真正目的，还是为了更为科学地认识闪电，比如闪电是怎么在云内始发的，雷电电荷如何传输，闪电放电过程中的能量又如何分配的，以及闪电是否可以产生高能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等，以便于有朝一日能够更好地干预和影响控制雷电。